学习一下美甲的构图方法。我先提前大概画了这么多的一些咱们指甲的形状，然后大家这个主要运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日常在画彩绘图案的时候，画花也好，画其他的一些款式图案也好。但是对新手宝宝来说，我给你一个样板，我给你打好一个板，给你一个图，你照着会画，但是让你自己设计，你就是设计不出来，不知道该怎么去下手。这是很多这个新手美甲师会面临的问题。一个呢是做的少，另外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图案应该怎么构图，它才能好看啊。然后这一课呢，我们就着重把这个构图方法教给大家，大家也要做好笔记。首先呢，我们构图像画，我们就拿这个花朵来做示例。然后从最开始有一个咱们的这个是边角构图，边角构图呢，它就是字面意思，一个边一个角，或者说两个边一个角，两个角一个边，这都属于边角构图啊。我们假设说从第一个开始画一个一边一角的，一边我们在这儿。一个边画一朵花，角上呢，我们任意4个角去画，但是两个如果聚集在这个位置就有点密集，我们可以放在这个地方，或者说试试啊，这是边角构图，一个边一个角，然后我们在这个图案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再增加一些小的装饰，就这个意思啊，这是一个一边一角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的两角一边，两角一边就好说了。你比如说，还是如果你在这边画一个边，两角一边，一边我们有了，还差两个角，两个角在什么位置？我们在这儿它的斜方然后再在它的这一块位置再画一个，这是两个角一个边，然后它的组合我们再去画一些图案。然后这也有两个角一个边，那么我们还可以怎样？这也是站在一个边上，是吧？那这也是两个角，对吧？我们也可以整个所有的图案聚集在指甲的前端，但是这种图案呢，一般中间来说是图案会比较大，周围两个会比较小一点。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把这个图案稍微装饰一下，比如说像做一个小法式一样。图案往上加一点这是一个边角两角一边的。除了这两角一边，我们这个角在这儿，边是不是也可以到这儿来？是不是也可以这样？两角一边，其实也是一种构图方法。然后同样，我们能在这儿，那么就能到后边这个位置来。所以这些图案基本上都是通的，没有说固定这个老师画图案怎么那么好看。然后其实还是咱一个好的美甲师还要能够自己独立创作一些作品才是好的，你不能就是一味的一直在模仿别人好，这是咱们边角，一边一角，两角一边，两角一边，两角一边，这都两角一边，这个是都可以，也可以两边一角。大家自己我画了这么多，不一定代表就只有这么多，大家可以再去随意发挥这是咱们第一个边角构图。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全边构图。全边构图这个美化一下吧。全边构图呢，一般就是将我们指甲整个周围图案全部包满。我们从边边开始。这个呢，适合你像画一些小花环然后注意这一个。你看全边构图，这个呢，我们可以用于就是画彩绘这样去画，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做这种贴纸，包括有一些亮片的时候也可以贴在周围。做法式、做款式，我们可以周边去勾线，这都属于一个全边的一个构图方法是全边的，是沿着指甲四周去做。然后第三种呢，我们有我画了3个指头，一个是竖向，一个横向，一个斜向。这个怎么去理解呢？一个图案怎么画竖向，怎么画横向？竖向呢，就是在我们指甲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上去做图案。你像很多贴了中间这个金色的一些金条线条、银线、金线之后，我们在中间再去做一些彩绘图案，包括涂纯色都可以只留中间这些然后这是竖向，竖向理解了，那么就有横向，横向我们同样也是
哎，在这个横向图案内侧去做一些款式。那么有横竖就有斜，就有斜向啊。斜向图案，我们如果再去画竖线可能会不太好看，我们直接去找这个图。我随便画点画啊，大家去理解这个意思。哎，在指甲一个斜侧去做这个款式图案啊，找一下。你看这个纹理，它是一个斜向，斜向就大概这么个意思。整体你做晕染也好，做款式也好，都可以斜向从两个角出发去连接起来去画图案，包括贴食品啊、贴所有东西啊，都可以这样去做。这是我们一个竖向、横向还有斜向的一个构图方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那个角构图。角构图啊，大家就不难理解，全都是角，通过角去构图，然后可以前端两个角在这个区域去做，也可以在后端的两个区域角啊，然后我们也可以一个对称的角也可以去做，啊。把图案做一个装饰，单纯一个小花有点单调。然后这是我们角构图，那么有角就有边边，这些每次都有点可爱。有边边，我们边边呢一般是画在指甲两侧。啊，还有边边构图，两个指甲的两侧边边，那么也可以上边和下边哈，这个东西都不限制，大家只是去理解就是基本的这些构图。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中间构图方法，中间构图方法就是所有的图案集中在中间的位置。集中在中间啊，图案，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延伸再去做一些款式。哎，整个图案是在咱们这个指甲中间的，包括做晕染也有一个中间的定位方法，也是铺在中间的哈。然后我们给大家看，就是整个指甲区域款式都在指甲的中间，周围不是纯色就是点淡的这么一个过渡，是这么一个意思。包括做款式做彩绘啊，做彩绘拿一个。画一个大花，中间构图，哎，一朵大花放在中间，是吧？这是中间构图一个方法，它是需要整个图案面积要大。如果你太小的话，那就画卡通的形，但是整体会单调。一般这个就是着重在于去做一个大图案，是一个这个中间构图哈。然后另外我们还有这个单边构图，有边边就有单边，就是意思就是在两边的基础上，我们换成一边，换成指甲上的某一边去画。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边换在这个位置，任意一个位置都可以。你像画一些，玫瑰花，你看像这个就属于角边的，这个就是中间构图的，是在占整个指甲的中间位置，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连接在下方这一块，但也是整体，因为图案是一整体的，就是它属于一个中间构图的方法。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我们在指甲上做一些，哪怕说做圆点、小圆点去做款式的话，我们有一个 V 字的构图方法，因为这是我们指甲前端，想要指甲修上好看，可以走这么一个形状啊，我们可以在上面加大小珍珠啊，做款式啊。画彩绘啊都可以，另外有朝向那儿就可以朝向另外一边，也就可以朝向另外一边啊。你看，像做这个山丘纹，它就是这一种的一个构图方法。为什么这些款式会被兴起？肯定是有某一个人他去做出来好看，慢慢就被扩大。所以说我们尽量根据基本的构图方法多去研究款式，它出来之后大家有可能被大家认可就广为流传。其实某一个款式出来之后，它可以流行一段时间，也有的款式可以一直流行下去啊。所以大家把这些最基础的东西一定掌握好。然后你看，像这种 V 字构图的话，我比如说就是老师就讲这么多，我就只会这两种 V 字。那你走 Y 字，走
走其他这个都可以，其他款式都可以啊，包括这个 V 字，你就只会上下弄，你左右也是可以的，不一定就完全就是这么多。只不过呢，老师就是给大家把最基础的东西讲解到，大家从这个基础上呢去延伸，延伸出来之后再做款式去画一画，包括平时做款式的时候，大家一看先去想想它是一个怎样的构图方法，学好之后我们做指纹多了，哎，咱们心里自然就有了这些构图方法，信手拈来啊。这是我们这一节美甲的构图方法，大家呢就是做好笔记，自己去画一下，练一下，找找这个感觉，然后再进行彩绘去练习，好吧？然后我们这节课先到这里，我们。